丧尸爆发前7天，我回到老家囤了大量物资，将房子改造成部落金汤的城堡，开始种田生活。今天是2023年8月1号，而丧尸病毒将在7天后爆发。丧尸爆发那天不会有任何征兆，突然间人类就开始变异，之后开始攻击身边的人，啃食人肉。上一辈子我们第一时间报了警，但报警电话无法接通，我开始恐慌，开始联系爸妈，但始终没人接听。那时我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，直到丧尸爆发第5天，我联系上了隔壁的邻居，得知爸妈已经变成丧尸，而我是在丧尸爆发的第7天出去寻找食物时被几只丧尸包围分尸而死。被丧尸撕咬的感觉实在太痛了，这一辈子我一定要活到最后。我思考了一下，决定回到农村打造一间安全屋，家里有牛有猪有鸡鸭，每家每户还有井水，再储存一些粮食蔬菜，完全没有食物短缺的问题。同时村里远离人群，周围人烟稀少，即便有丧尸出现也是少量，只要提前准备一些武器，完全可以对付他们。如果丧尸是传染导致的，我还可以提前告知政府，只要有一个人信任我，切断传染源，丧尸就不会失控。唯一的问题就是上一辈子爸妈变丧尸了，只要我想办法阻止爸妈丧尸化，我们就可以在末世下一直生活下去。此刻我感觉动力十足，开始思考所有可能阻止丧尸化的方法。虽然我并不清楚人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丧尸，但只要将所有与外界接触的介子隔绝，应该能减少丧尸化的可能性。说干就干，我拿出手机开始购买物品。首先我需要定制3个大铁箱，在丧尸爆发前，我们每个人都待在铁箱之中，即便最终我们有人丧尸化了，也不会伤害到其他人。其次我需要盔甲、防辐射服、医用防护服、潜水服、医用护目镜、口罩、耳罩、潜水氧气瓶，保证在丧尸异变的时刻我们不与外界有一丝接触。最后我需要几个家用监视器和对讲机，这样我们就能在不同的铁箱中查看对方的情况，将所有东西下单后全部加急送回老家。接着我给爸妈打了电话，我没有在电话里告诉他们我重生的事情，而是以想家为由告诉他们我过几天回家一趟，让他们多腌一些酸菜腊肉这些耐放的食物，顺便帮我收下快递。挂了电话，我开始一项项记录自己所需要的物资。首先需要坚固的汽车，这个很容易解决，只要前往租车的地方租一辆就行了，等丧尸爆发后估计也不用再还了。与汽车一同需要的还有汽油指南针地图。其次需要武器，比如刀、斧头、撬棍，尽量多买几把。我还在网上买了一批书，包含一些求生指南和种植类、养殖类、化学类的百科大全。生活必需品的话可以等回家后和爸妈一起囤，但电器我得提前准备，所以我又入手了太阳能发电机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还备了台柴油发电机，同时准备了大量的柴油和煤。这些下来以我现在的资金肯定是不够的，于是我办了一张信用卡，把各种贷款业务都借了个遍，硬凑出了100多万，加上爸妈的存款应该有个200万左右，然后又开始疯狂的囤货。农村偏僻，为了能第一时间了解到城市的动态，我买了几个家用监视器，安装在出租屋窗外、楼道门口、公司工位上，只要不断电断网，我就能一直监视丧尸的行动。还有2个太阳能的监视器，我专门配了随身 WiFi， 将它们贴在商城门口的树上、马路边的栏杆上，可以让我在未来看到城市中人和丧尸的变化。当钱源不断花出去变成物资后，我才觉得安心一点，已经为自己和家人安排好了一切。我开始思考我能不能为其他人也做些什么，最终我想出了一个不暴露自己又能提醒国家和普通人的办法。回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先去租车的地方租了一辆越野车，等丧尸爆发后他们能不能活着都成了问题，根本顾不上我会不会还车。回到家中，爸妈对我的回来很是高兴，也有些措手不及。老爸问我这几天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回家，还有几个大铁箱子，这是要干嘛？我一脸严肃地告诉爸妈，老爸老妈，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你们千万别害怕，我们是你爸妈，我们不会怕，你说这个世界就要发生巨变，在8月8号下午6点，会有大量人类变成吃人肉喝人血的丧尸。不是僵尸，是丧尸。丧尸没有那么可爱，它很丑的。是丧尸啊，电影有没有看过？
就是那种全身腐烂见人就咬的丧尸啊！我将我重生的事全部讲给了爸妈，包括他们也会变成丧尸，和我上辈子被丧尸吃掉的事。当我说完之后，老爸老妈强忍着眼泪，满是心疼的看着我。我安抚他们说道：“我现在重生了，我们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活着。”接着我跟爸妈开始分头行动。老爸负责施工队加固房屋围墙，围墙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高加厚了1米，现在足足有3米高。在上面装上电网，地下放上地字，只要我不作死出去就不会有事。房子的大门和窗户也得换，我买了最好的防爆门和防弹玻璃，要求他们一定要在3天内完工，钱给到位了，效率自然就快起来了。仓库里建了砖房，囤了煤和大量柴火，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就靠这些生火做饭度过冬天了。老妈给花园的地都松了松土，种上了一些蔬菜水果，比如向日葵、坚果、倭瓜之类的，还去菜市场买回来好几只芦丁鸡。这鸡体型小，可以养在温室里，而且吃的少下蛋多，是日后蛋白质补充的主要来源。而我考虑后还是打算给其他人一点预警，我制作了一个定时发布视频的小程序，并且将我知道的丧尸情况都写在了里面。发布时间定在8月7号，丧尸爆发的前一天。因为怕别人不相信，把我当成傻子，所以我又多做了2个视频，写下了8月5号和8月6号发生的大事。只要大家发现这2条视频都预言成功了，无论丧尸爆发是多么离谱的事，人们和政府也会有所准备。为了防止别人通过 IP 地址找上我，我早在上班的时候就偷偷把小程序安装在了同事坤哥电脑上，发布视频用的也是他的账号。不是我自私，而是我知道丧尸爆发时间一到，坤哥就会变成丧尸，就算有人查过来，一切也将死无对证。我已经尽我所能，距离丧尸爆发还有5天的时候，我拿着一张清单来到超市。我并没有着急的冲向货架，而是找到超市管理人员，直接把购买清单递给他，让他备货。一共50箱压缩饼干，50箱火腿肠，50箱自热米饭，50箱螺蛳粉，100箱酸辣粉，不同口味的泡面各买10箱，5箱薯片，10箱午餐肉罐头，10箱牛肉干、猪肉脯，还有5箱果干等。他把看完的清单拿开，接着去看第2页。大米100袋，糯米100袋，白面100袋，调和油50桶，盐100袋，味精100袋，淀粉100袋，酱油、蚝油、生抽、老抽、陈醋各100瓶。经理看完后震惊地问我：“你这是上超市进货来了？”我跟他说我是做慈善机构的，再加上我出手阔绰，他便没再问什么，笑着赶紧安排员工备货。物资里药是最难买的，我分批在网上各大药店下单，消毒水、消毒液、碘酒、酒精、纱布等物资都按箱购买，勉强凑齐了所需的药，还囤了一些不限量的维生素和钙片。考虑到村里蚊虫比较多，又买了不少蚊香花露水和消炎止痒的药膏。此时我的囤货计划已经完成了1/3，接下来我得囤些生活用品。早上5点，闹钟准时响起，我一大早就出了门，因为5天后就是丧尸爆发的时间了，我得把握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前2天我已经把家里的门窗全部更换了一遍，还把围墙加高，装上了电网，门口的院子也已经松了松土，随时都可以种植蔬菜水果。而食物我更是囤了好几年的量，可是这还远远不够。我跟老爸说，丧尸爆发后水源可能会被污染，需要买一台净水器回来。虽然家里有井水，但是保险起见，还是要囤一些大桶矿泉水，还有多买几台冰柜，防止食物变质。老爸把我说的记在纸上后就出了门。接着我让老妈去买些种植需要的种子肥料，还有搭建温室大棚的材料。老妈还问我要不要买几包豌豆射手，我说要，当然要，再买包向日葵。自从我跟老爸老妈坦白了丧尸爆发的事情后，他们就跟公司请了几天假，在家专心打造末日堡垒。之所以不让他们辞掉工作，是因为后面大有用处。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家里的物资，大米和干粮足够了，还缺些肉类和水果。药物的话，只要不生大病也勉强够用。现在最缺的就是生活用品和换洗的衣物。我立马开着租来的越野车直奔超市，卷纸买了30箱，抽纸和日夜用的姨妈巾各20箱，洗发水、沐浴露、洗衣粉等全家桶各20套，洗面奶、润唇膏各10箱，牙刷、牙膏、漱口水各15箱，牙线、牙签各2箱，热水袋15箱，暖宝宝15箱，还有春夏秋冬要穿的家居服和贴身内裤之类的，每人买了100条，羽绒服、保暖衣每人各10身。购买物资用了1上午的时间，午饭也只是随便对付了几口就接着囤货。期间还遇到了隔壁张奶奶。张奶奶和陈爷爷是俩特别慈祥的老两口，
儿子搬去城里住了，他们在城里待不习惯，就一直留在村里。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早，他们就和亲的一样。知道我从城市回来后，还送了我家一些烟熏的腊肉腊肠。突然想到如果丧尸爆发了，他们该怎么办？年纪大了，估计不怎么会囤东西。我考虑后决定给他们也囤一些食物。加上爷爷奶奶一共5口人，要买的食物可不少。我直接跑到冷冻批发市场进行购买，各种速冻水饺、速冻汤圆、速冻蛋饺各50箱，速冻牛肉卷、羊肉卷、鱼肉片、无鸡卷各100箱，冻鸡腿、鸡胸肉、鸡翅各100斤。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我来回跑了好几个市场，最后居然又订购了500斤猪肉、500斤牛肉、500斤羊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多买一些自己更有安全感。就这样一直忙到傍晚。回到家后，我跟老爸老妈说了一下大致情况，将一些物资搬去了隔壁张奶奶家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够他们吃个1年半载了。老爸老妈也支持我的做法，虽然末世里不值得这样做，但是在自己有能力并且能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，这种做法没错。忙活了一天，老妈给我们准备了一大桌美食，我回到房间播放起了行尸走肉，提前让爸妈习惯一下。可惜刚看1集就被老妈强行关掉了，因为实在太下饭了。吃完饭，老爸问我这么多食物要放哪里，我这才想起自己忽略了一个大问题，丧尸病毒将在4天后爆发，全世界却只有我知道。我提前回到老家打造了一间末日生存基地，并且囤了可以吃10几年的食物。可是这么多食物要放在哪里却成了难题。老爸说要不就在家里挖一间地下室，不仅温度低适合囤放物资，还可以在遇到尸潮的时候进去躲躲。老爸的提议得到我们一致认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老爸开始联系施工队挖地下室，因为距离丧尸爆发的时间越来越近，老爸直接叫来20几个工人同时开工，预计在3天内把地下室挖好，做完防水。囤物资最头疼的就是新鲜蔬菜无法保存，可人长期不吃青菜容易免疫力下降。我提前想到这点，所以让老妈买了种地可能需要的所有物资种子。爸妈都是农村长大的，想要吃什么青菜我们都可以自己种，真正实现了在末日里过上种田的生活。因为青菜成熟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所以额外又买了一点点蔬菜水果备用，再用大型真空包装机把买的蔬菜水果全都包装好再冷冻起来，可以有效的延长保质期。我看了下购买的清单，光是白菜、菠菜、生菜、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就有100斤，像土豆、红薯、芋头、南瓜这些存储久的食物更是直接买了200斤，还有各种苹果、香蕉、葡萄、橙子、橘子、香梨等水果也囤了50斤。目前为止所需要的物资几乎已经备齐了，就等着地下室完工把食物搬进去。期间我时不时的通过摄像头查看公司和城市的情况，希望不会出现丧尸爆发提前的事情。幸运的是还是和平常一样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距离丧尸病毒爆发还有3天，今天并没有多少活。我坐在电脑前思考豆腐脑是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怪叔叔、婶婶，你们在家吗？她不是隔壁陈奶奶家的孙女茉莉吗？一直在城里读书，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茉莉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又回来看爷爷奶奶吗？真是个孝顺的孩子。对呀，刚好学校放假嘛。对了，这是我从城里带回来的特产9转大肠，很好吃的，给您尝尝。哎呀，有心的。最近村里感染病菌了，尽量还是少出门哈。老爸老妈跟茉莉简单叮嘱几句后，茉莉就回去了。而我们囤物资的事情也只是告诉她打算开家小超市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今晚的饭菜有种怪怪的味道。距离丧尸病毒爆发还有2天，我用来提醒大家丧尸爆发的视频已经发布出去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点击率根本上不去，大部分都是质疑的评论，只有几个人打算囤点物资。我放下手机没有再看，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转身去电脑上把近些年爆火的电视剧、电影、游戏全都下载了，这可是末世里非常重要的精神食粮。距离丧尸病毒爆发还剩1天，地下室终于完工了。我多给了工人1倍的工资作为封口费，并且提醒他们最近囤点物资。地下室的入口我设在仓库里，只要把货架挪开再撬开地板，就能看到通往地下室入口的楼梯。地下室在地下3米的位置，入口的大门我们用的是加厚的防弹铜门。地下室分了好几个房间，并且装上了通风管道，其中一个房间放着发电机发电，墙上装了隔音棉，
避免运行起来声音大吸引丧尸。还有一个房间我们装修成了 K 歌房，谁也不知道丧尸病毒什么时候结束。K 歌房作为放松发泄的地方再好不过，其他地方除了用来居住的房间后全都用来放物资。我跟老爸老妈忙活了一天，终于把90%的物资放在了地下室里，只留了一些食物用来吃。离丧尸病毒爆发还剩6个小时的时候，我把先前购买的铁箱子拿了出来。6个小时之后，我和老爸老妈都有可能变成丧尸，我们必须把自己和外界隔离起来。我拿出了事先准备的隔离服和氧气罐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老爸也在这时外出回来了，还开回来一辆快递车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让老爸辞掉工作的原因。离丧尸病毒爆发还剩2个半小时的时候，我和家人穿上一层又一层的防护服，背上氧气罐走进了铁箱里，把自己反锁。老爸老妈，我们一定可以活下来的。一家人关在铁箱里，大家都很平静，偶尔通过对讲机询问彼此的情况。丧尸爆发时间是在下午6点，离现在还有1小时，时间过得很慢。在密封环境里，我们很快就浑身湿透，满头大汗，但也只能静静的等待丧尸爆发倒计时，就剩最后5秒了，坚持住！5、4、3、2、1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一声吼叫声，难道爸妈还是变成丧尸了吗？都怪我，把爸妈隔离起来根本就没用，还是没能阻止他们变丧尸。我跌倒在地上，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我的心里一阵剧痛，接着我的手竟然也开始了变异，在一阵剧烈抽搐后，我也变成了丧尸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原来被热晕了过去，还好是个梦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晚上7点，离丧尸爆发已经过去1小时了。我立马拿起对讲机询问爸妈的情况，老爸老妈，你们怎么样了？我的心情很焦灼，只能祈祷隔离服有用。终于在对讲机逼了一声后，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我们没事，就是身上湿透了，好想洗个澡。我好饿啊，感觉现在能吃下1头猪。知道爸妈没事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我们脱掉防护服，舒舒服服的洗了个澡。晚上老妈做了有史以来最豪华的一餐，庆祝我们劫后余生。不过我依然没忘记正事，我打开电脑查看了办公室的监控器，坤哥果然跟上辈子一样变成了丧尸，正抓着同事撕咬。接着我又开始查看其他地方的画面，出租屋楼道里还没看到有丧尸，这里住着2户人家，希望他们安然无恙。超市门口来抢物资的人越来越多，实力差的人只有被抢的份，根本拿不到食物。社会秩序一旦崩塌，人可比丧尸可怕多了。马路上连环相撞的汽车冒着火光，一堆丧尸正在追人，整个场面十分混乱，宛如人间炼狱。我关掉监控器，没有再看，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没办法拯救所有人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在我们从铁箱出来的第一时间，老爸就给隔壁张奶奶家打去了电话。幸运的是，他们一家都安然无恙，因为丧尸爆发后电视立马插播了紧急新闻，所以丧尸的危险性他们也是了解的，近期应该不会再出门。我接过电话又叮嘱了茉莉几句，我们放在你那的物资里有几部对讲机，如果断网了，我们就靠这个交流。末日里人心最可怕，千万不要圣母给别人开门，保护好自己的安全，这是计划的一部分。你们准备这么充分，难道早就知道丧尸会爆发？别问了，如果我们能在这场丧尸爆发中活下来，我会告诉你真相。挂了电话，我和爸妈今晚轮流开始盯梢，城市里已经爆发了，估计要不了多久丧尸就会摸过来，我们得时刻警惕，防止基地出现漏洞。就这样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6点，我跟老爸正准备交班，突然远处传来一声轰隆声，冒起了浓烟。不会吧，丧尸这么快就来了吗？离我们家不远的一条公路上，一辆失控的汽车撞上了旅游大巴，大巴司机愤怒地下车查看。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你会不会开车？话音刚落，浓烟中突然冲出一个丧尸，张开嘴就朝大巴司机扑了过去。车里的人听见司机惨叫，纷纷下车查看，其中有几个乘客以为2人是在打架，准备上前拉架，却看到大巴司机双眼通红，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站了起来，转头扑向了他们。这不会是狂犬病吧？快离他们远点，千万不要被咬到，会传染的。其中几个岁数大的害怕地说着，但只有车里的几个大学生知道，这根本就不是狂犬病，而是丧尸。趁着其他人还没彻底乱起来，他们赶紧把自己的背包行李翻找出来，往村子里跑去。而其他人有的站在远处拍照，有的打电话报警。我和老爸用望远镜看着这一切，默默地摇了摇头。这些人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果然，那几个大学生前脚刚走，后脚又一辆失控的汽车撞了过来，
直接发生了爆炸。接着火海中突然冲出来几只丧尸，身上还在冒着火，见人就咬。我的娘嘞，被烧成这样还能动，这还是人吗？这些人终于反应过来，开始四处逃窜。很快，逃亡的人和丧尸跑到了我们村子，没想到短短几分钟就已经感染了数十个人。而就在我们楼下，有一个正在逃跑的男人被同伴推倒，瘦小的女丧尸立马扑了上去，对着他的脸就撕扯啃咬。男人大叫着拼命往外推，却根本推不动女人。老爸神情紧张地看着这一幕，拔腿就往大门跑去。我立马抓住老爸跟他说，一个成年男子都推不开比他明显小一圈的女丧尸，我们去了就是送死，而且他已经被咬了，千万不要同情心泛滥。什么同情心呢？我去检查一下大门，这丧尸力气真大，真怕大门挡不住。我去。听见老爸这样说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我们检查了大门，还好大门够结实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刚准备离开，一连串的敲门声就传了过来。救命啊！开门，快开门啊！救命啊！我跟老爸顿时僵在了原地，因为挂在墙上的监控电视显示，一个女人倒在我们家门前，丧尸正抱着她的小腿啃咬，她不停的哭喊踢丧尸。滚开，快滚开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求求你们开门救救我！我和老爸看见这一幕都没有说话，今后这种情况还会出现，我们必须狠下心来告诉自己，这是丧尸，这是末日。一段时间后，门外挣扎的女人慢慢失去动静，片刻后又突然梗着脖子站了起来，开始无意识的游荡。他变异了，真的是丧尸。原本还抱有一丝幻想的老妈这时也认清了现实。我们重新检查了一遍门窗，储备好了饮用水，这将是一次漫长的煎熬，而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可是这天我正在床上睡觉，一大早就被外面的吵骂声吵醒。我拉开窗帘偷偷往外看，瞬间倒抽一口凉气。大街上除了游荡的丧尸，就只有被啃咬的无法变异的尸骨。亲眼看到丧尸和在电视里看到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完全不一样。而对面的一间民宿上几个人正在争吵。你们看到楼下的丧尸没有？现在是末日了，物资根本没办法运过来，一包辣条都堪比黄金。从现在开始住宿1天1万，吃饭1人5000，不交钱就赶出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坐地起价吗？想趁乱发灾难财？1万块钱都舍不得掏，既然觉得自己的命这么不值钱，就下去喂丧尸啊！别在我这浪费食物，我给你们最后1个小时考虑和筹钱，没交的全部滚出去。那群人对老板的做法感到十分愤怒，但看着被吵闹声逐渐吸引过来的丧尸，他们目前也只能妥协。老爸老妈这时听见声音也走了过来，家里的玻璃都贴了单向膜，早也不用怕外面的人能看见我们。老爸说这样下去，他们迟早会盯上我们家，因为我们当初囤物资的时候根本没办法避人，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有大量食物，再加上房子全都加固了一遍，一看就是怕别人进来。但我还是劝老爸老妈放下心来。老爸老妈，外面有大量丧尸游荡，我们家的门窗也是防弹的，还布置了各种陷阱，他们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能闯进来。好好睡一觉，不用担心，剩下的事交给我。因为今天轮到我值班，我把手机下载了热门的电视剧和游戏，保证生存之余总要有点东西打发时间不是。接着我又去切了个水果拼盘，齐刷刷的摆在楼顶的桌子上，而我就在一旁刷着手机吃着水果。下午的时候，我将无人机拿了出来，绕着村子巡视了一圈，发现我们整个村子30多户几乎沦陷了2/3，能明确看到有人活动的算上我们家、对面民宿、隔壁茉莉家，就只剩另外6户，其他的要么大门敞着，丧尸进进出出，要么房门紧闭，但里面丧尸横行，丧尸数量远超我的预估。但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，我一直盯着对面民宿的动静，发现对面2楼有个男生正将自己的背包从阳台上往下扔，书包掉在地上的声音立马把附近的丧尸吸引了过来。书包里不知道是什么，丧尸只是闻了一下就散去了。2个半小时后，天开始慢慢变黑，老爸老妈也醒了，跟我换班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见了惊人的一幕，下午扔书包的大学生不知道是不是交不起1天1万的房费了，他们居然从楼里跑了出来，一共有3个人，浑身上下包的严严实实，特别是双手上缠了厚厚的衣服，似乎是早有打算。出来后没有一丝犹豫，躲开丧尸朝书包的位置走去，接着居然从包里拿出了一把剁骨刀，一脸凶狠的朝隔壁楼跑去。他们这是要干嘛？此时已经是晚上8点，丧尸虽然视力不好，但只要发出一点动静都会把丧尸吸引过来。这几人被赶出门后，
从包里拿出几把剁骨刀，挥着冲向了附近的丧尸。几人互相配合，打开了一间房屋的大门。很快我就听见了几声尖叫声和丧尸的嘶吼声。我们一家人围在窗前，就像看惊险刺激的动作片一样，提心吊胆的等了1个半小时后，终于在楼顶再次看到了他们的身影，浑身上下沾了不少血，戒备的举着刀，似乎还在搜寻有没有残存的丧尸。这时我们才明白，白天他们把背包扔了下来，一是为了把剁骨刀偷出来，不然有房东在，不可能会允许他们带着武器走；二是用背包掉落的声响，尽可能把隔壁房子的丧尸引出来，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进入这个已经被丧尸感染的房子，当做以后的庇护所。老妈说，虽然很冒险，但确实是很聪明的做法。一段时间后，这几人抬着一具具丧尸尸体从楼顶往下扔，然后欢呼击掌庆祝。冰冰，你以后能不能勇敢一点？刚刚你被丧尸吓得大叫起来，很容易吸引其他丧尸过来的。这个冰冰就是训啦。这么说，你很勇咯？开玩笑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对不起杰哥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他们成功了。真是后生可畏啊！我跟老爸老妈也为他们感到高兴，在这种时候他们还能保持人性，不去伤害其他人，选择和丧尸硬刚，这已经很难得。而那间房子里的食物估计也能让他们撑上一段时间。我们一家都被他们这积极的态度感染，一改前2天的愁眉不展，开始积极看电视和玩游戏，甚至锻炼起了身体。而这时我突然记起来，丧尸爆发前老爸开回来一台快递车，估计这时候快递也没人收了。我拉着一辆小推车来到空地上，看着一车的快递，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股开盲盒的兴奋。我随即拿了3、4个快递出来，首先从最大的开始拆。收货人的名字是一串英文，快递类型属于电器，这让我不禁好奇里面是什么。拆掉后发现竟然是台暖风扇，想想家里好像真没买这个，以后冬天可以用得到。然后再看第2个快递，收件人浅商，拆开后是个门框机器人的手办。这东西对小学生来说可能有点幼稚，但对大学生却刚好合适。我立马打了茉莉的电话，茉莉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呀？今晚去楼顶等我你就知道了。好。挂了后，我把剩下2个快递都拆了，分别是高启强买的《孙子兵法》和徐江买的等离子电视。剩下的一车快递我打算以后慢慢拆，作为打发时间的乐趣。晚上我和茉莉如约来到楼顶，趁着夜色其他人难以察觉，我操控着无人机，无人机下挂着一个门框机器人。因为茉莉家离我并不远，无人机很顺利的把机器人带了过去。然而此时楼下却发生了一场意外，差点要掉茉莉一家的性命。对面民宿老板和他的同伙押着一对小情侣出现在楼顶。你去对面那户人家讨要一些食物回来，你女朋友留在这里，如果没要到食物的话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？老爸老妈虽然听不到他们说什么，但看着他们手指的方向意图已经很明显了。这孙子还真将主意打到我们家身上了，以为我们好欺负是吧？估计他们物资消耗的差不多了，等会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不听不理不管，末世来临先杀圣母。几分钟后，那男生躲开丧尸来到我家楼下，哐哐的砸门，手里还握着一把斧头。有人吗？开门，求你们开门救救我，我不带吃的回去，他们会杀了我女朋友的，求你们救救她，求你们开门。此时我在楼顶也看见了求救的这一幕，看得我真是头大，这么大的声音只会引来丧尸，谁敢给你开门呢？他边拍边惊恐地看着周围，应该是丧尸已经被引过来了。见我们没有回应，就开始用斧头砍，但我们家的门哪里是斧头就能砍穿的？开门啊，我还不想死，求你们了，我不想死啊！我爸站在监控前气得连爆粗口，老妈着急的直跺脚。这倒霉玩意砸门引来了好多丧尸，气死我了！你快跑啊，还不跑等着干嘛？赶紧拿着斧头往山上跑啊！看着那群丧尸已经逼近，这男生凶多吉少。可就在这时，隔壁茉莉家的门突然打开了，孩子快过来！不好，完蛋了！隔壁的老两口招呼男生往他家跑，那男生迅速冲进屋里，关上大门，丧尸乌泱泱的涌了过去。他们家的围墙是木头做的，也有些年头了，怕是5分钟都撑不过去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这老头，我们都给他们准备好了水和粮食，够他们老两口起码吃个1年的，非要发这个善心。老爸老妈在一旁急得团团转。我跟他们说，那男生是被逼的，暂时应该不会伤害张奶奶一家，现在需要担心的是外面的丧尸和不怀好意的人，得想办法把丧尸引走。突然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老爸快把家里的弓弩拿出来，等会瞄准一个丧尸直接射穿他的脑袋，我要杀鸡儆猴。老爸迅速去兵器库把之前想办法买的弓弩拿了出来，接着我又跑去厨房，将老妈准备做晚饭的五花肉绑在无人机上，
一旁还挂了个不知道在哪翻出来的老年机，点开一首最炫民族风循环播放。我遥控着无人机飞到丧尸群的上空，声音和血腥味瞬间让他们放弃进攻老房子，转而追向了无人机。村里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家的动静。我转头跟老爸说：“老爸，你现在一箭射穿一个丧尸，然后再冲外面喊，再有谁敢骚乱我们家，下次射穿的就是你们的狗头。”老爸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打开窗户瞄准丧尸群，咻的一声一箭射过去，直接射爆了丧尸的头。都给我看见了，老子不抢你们的东西也别过来招惹我们，再有下次射穿的就是你们的狗头。啪的一下关上窗户，我和老妈直呼帅爆了。怎么样，英姿不减当年吧？你几十年来最帅的一次。老爸被夸得有点飘了，甚至想开窗再来2箭，被我们按了下来。经此一事，不仅保护了隔壁茉莉一家脱离了危险，也给所有想打我家主意的一个下马威。这段时间应该会暂时消停一会了，可是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。晚上12点多，隔壁茉莉家的门再次开了，我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背着大包小包艰难地朝着我家对面走去，看样子是准备带着食物回去救他的女友了。我一时不知道该骂这是恋爱脑还是该夸他是好男人，不过走了也好，别继续待在茉莉家就行，谁也不知道以后他会做出什么事，人性是多变的。我看着他慢慢走到对面就要到达大门的时候，突然踩到了地上被丧尸啃咬的尸骨，他吓得后退好几步，可就是这一下，我清楚的看到就在他不足3米的地方，2个丧尸转过了头，张牙舞爪的朝他过去。开门啊，我带回食物了，我全都给你们开下门啊！你们快去开门啊！你们不是说了他带着食物回来就让他进来吗？你们不敢开，我去开。你疯了？你没看到外面有丧尸？现在开门是想让我们都给他陪葬吗？你不开门的话他会死的。他死不死关我们什么事？男生在明确得知里面的人不会给他开门后，做不成筹码的食物被他丢弃在地上，转身又朝着2口子的房子跑了过去。我顿感不妙，一看这小子出来时居然给自己留了后路，根本就没锁门。男生一副得意又机智的表情，就要推开大门时，突然一只手把门反锁了，是茉莉。对不起，我只想保护我的家人。不要啊，开门啊，救命救命啊！今天是丧尸病毒爆发的第12天，自从上次老爸一箭射杀了一只丧尸后，再也没有人敢打我家食物的主意。老爸每天都会对太阳能板和发电机进行维护，保持日常的供电。老妈在院子里种上了一些花花草草的种子，希望丧尸病毒结束的时候，地里能开出一片鲜花。山风吹过的不再是丧尸的腐烂味，而是玫瑰花的花香。可这短暂的美好却被一声嘶吼声打破，是之前那对情侣的女生。她从屋里跑到了阳台，大声喊着那早已经变成丧尸的男友：陈日安，你给我过来，你过来帮我吃了他们。你说过不会让别人欺负我的，你别说话不算数，你过来啊！这孩子疯了吗？这么大的声音，丧尸马上就会过去。民宿老板听见声音立马跑了出来：你是不是找死？黑暗中手电的光打在那女孩身上，我清楚的看到她衣衫半遮，头发凌乱，手里拿着一把菜刀。老爸老妈沉默了，我们都能看得出她遭受了什么，大概真的要疯了。杀人凶手，你们都是杀人凶手，你们都该死！陈瑞安，你快来啊！你说了变成丧尸也会保护我的，他们欺负我，你快来吃了他们！他绝望地嘶吼着，瘦小的身体挥着刀，硬是逼得那几人不敢靠近。眼看着丧尸越聚越多，民宿老板只能放弃女孩，冲回屋里堵住大门，而女孩也在没有生的希望，从阳台跳下，淹没在了丧尸群里。民宿的大门和窗户并不牢固，被丧尸冲破只是时间问题。不一会就听到了几个人的惨叫声，村里的丧尸又多了几个。从那之后，整个村里安静了下来，只有时不时出来寻找物资的人，有的幸运的满载而归，有的成为了丧尸的盘中餐。而我们家和茉莉家因为提前囤了食物，就这样平静的度过了一段时间。丧尸病毒爆发1个月后，我跟往常一样在家里盯梢，突然发现村里的丧尸又多了数十个，看丧尸的模样不像是村里的人，几乎每天都会新增几个这样的丧尸。我心里突然感到一丝不安，这附近不会有尸潮吧？虽然我们家把围墙加固加高了，还装上了高压电网，但如果真是尸潮的话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我把这件事跟老爸老妈说了一下，商讨着遇到尸潮该怎么办，必须提前准备计划。老爸说，家里不是挖了一间地下室吗？
真要遇到尸潮，我们就躲进去，待个10天半个月的再出来。反正家里食物囤了很多。如果躲进地下室，那我们花费大量精力改造的房子可能会被丧尸摧毁，到时房子全是丧尸，就咱们家的这点战力，怕是一辈子都要待在地下室了。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，只能把丧尸引走，但是只靠我们，做得到吗？我们讨论了半个小时，把可行的计划都想了一遍，最终也没能想出什么好的措施。我拿着无人机来到楼顶，准备观察一下村里的地形，好做打算，却发现对面那几个大学生正看着我们家，手上举着一张纸写着蓝牙。我想他们估计有话和我们说吧。我点开手机的蓝牙，果然搜索到了一个名字，末日三人行，估计是他们。不一会，他们发了一张备忘录截图过来。叔叔阿姨你们好，我们没有恶意，我们太想吃饺子了，如果你们家有的话能给点吗？我们可以用腊肉和你们换。我抬头看过去，见他们站在阳台挥着手，手里举着仅有的一小块腊肉，估计他们也快被逼入绝境了。我家并不缺腊肉，我也不介意送他们一些饺子，但是怕他们别有用心，末日之下不得不防。我有些犹豫，片刻后他们又发来一张图。我们不会动无人机的，遥控在你们那里，我们何必损人不利己？叔叔如果同意的话，你们不用无人机送过来，我带着腊肉去楼下拿，你用绳子吊下来就行。我思考后最终给他们发去一张截图，我同意交换，饺子我会用无人机送过去，你们不需要过来拿，腊肉你们先留着吧，不过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片刻后，我收到了他们的回复，合作愉快。现在丧尸病毒爆发已经过了1个月，我发现基地附近突然多了很多丧尸，丧尸都是新面孔，这让我怀疑附近可能有小型尸潮。我立马跟爸妈说了这个情况，并提前制定了尸潮应对计划。目前我们家有着3道防线，第1道防线是坚固的水泥围墙，高3米，厚1米，还装上了电网。考虑到电网可能会被丧尸破坏导致停电，所以又在地上安装了各种地刺，如果丧尸从围墙翻进来，那它只会被扎成刺猬。而我们的第2道防线是安装的各种防弹门和防弹玻璃，丧尸想要攻破需要不少时间，这期间我们可以利用手里的武器反击，比如弓弩和自制的燃烧瓶。假如丧尸数量远超我的预估，那我和爸妈还可以躲进提前挖好的地下室。这是我们最后1道防线，地下室里囤放着10几年的食物，有着完善的通风系统，必备的发电机，放松的 K 歌房，以及随时查看外面情况的监控室，足够狗到丧尸离开我们再出来。制定完计划后，我拿着无人机来到楼顶，想要知道丧尸在哪个方向，围着周围5公里巡视了一圈，最终在一条公路上发现了大量丧尸，他们被一排排废弃的汽车堵在路上，偶尔有几个丧尸从汽车缝里钻出来，这应该就是村里突然多了很多丧尸的原因。我仔细看了看，发现众多丧尸身上还背着行李，应该是从城里跑出来避难的，只不过中途出现了意外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少说也有几百个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只要没人故意制造动静，这些丧尸一时半会还不会跑出来，但是一直这样放着不管也是隐患。有些丧尸饿的已经开始啃食同伴的尸体了。丧尸吃了丧尸会不会进化成高阶丧尸？老妈你放心吧，丧尸进化只有电影和游戏里才有。丧尸虽然不会进化，但是茉莉一家的围墙连普通丧尸都扛不住。我跟爸妈说，要不明天把茉莉一家接过来住，这样既安全也有人能帮忙放哨，老一辈人的经验也能帮上不少忙。老爸老妈本就有这打算，但是碍于我一直没有开口，现在我提出一起住，他们当然支持。晚上吃过饭后，老爸给茉莉家打去电话，约定好了明天中午过来。而我再次来到快递车前，随机拿了10几个快递出来，期待着这次能开出好东西。第1个快递拆开是个蓝牙音响，刚好是我需要的，明天用来引走丧尸。抱歉了，收货人于赤赤，你的快递被我截胡了。后面我花了几分钟把拿出来的10几个快递全拆了，口罩、洗面奶、5号电池、保温杯、奥特曼模型、零食饼干、耳机、行李箱、热水壶、电饭煲，还有主机。这些快递虽然不惊艳，但也是日常能用到的。把这些东西整理放好后，我早早就睡了。很快到了第2天，我们按照计划，我和老妈用无人机引走丧尸，老爸开着越野车去接茉莉一家。不得不说，音响确实比老年机的声音大，附近的丧尸几乎都被声音引走了，只有落单的几个也被老爸精湛的车技碾压在车底。
过程进展得很顺利，茉莉一家成功上了车，正准备把囤的物资也带走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却通过无人机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，是之前帮我们家装修的那几个工人。他们开着一辆大车，车上还有一台挖掘机，看他们的方向好像是冲着我们村来的。不好，他们肯定是知道我们家有食物，打算来抢。快通知老爸赶紧回来！老爸接到我们的电话后，没有犹豫，放下物资就往回赶。临走时，我让老爸把没带完的食物全烧了，还特意叮嘱茉莉不要锁门。很快老爸他们回来了，那几个装修工人也紧随其后来到了我家门外。新的挑战即将开始。老李，这就是你说的囤了很多食物的地方吗？没错，丧尸爆发前几天，他们就已经开始囤物资加固房子了。他们肯定是知道丧尸会爆发，还假惺惺的多给了我们几倍的钱让我们保密。呸，都末日了，钱还有什么用？我知道了，你们快把附近的丧尸清理干净，免得一会挖掘机启动引来丧尸。我和爸妈在窗前看见这一幕，终于明白为什么古代皇帝要把修建皇陵的工人给活埋了，只有这样才没有后患。我们家的武器都是用来对付丧尸的，根本没有办法对抗挖掘机，现在只能智取。我首先安排茉莉的爷爷奶奶躲进地下室，他们没什么战力，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老爸老妈，茉莉，我有一个计划，但是需要你们的帮忙。我们先这样，然后再这样。我快速把计划说了一遍，老爸他们开始分工行动起来。接着我来到窗前打开窗户，现在我需要尽可能的拖延时间。哦，这不是李姑吗？太好了，原来你还活着。当初让你们多囤点食物，你们应该囤了吧？那是当然，不然我也活不到现在呀。怪老板还是你们反应快啊，提前打造了这么一间避难所。但是我看你们只有3个人，在末日里太弱势了，如果遇到不怀好意的人会很危险呀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帮你清理附近的丧尸，给你当保镖，你们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怎么样？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么多人大老远的跑过来，不可能空着手回去吧？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等着吃饭呢。我知道，如果我这次给了他们食物，肯定还会有第2次，绝对不能答应他们。李公，如果我说我不给的话，你们会怎样？小兔崽子，我跟你直说吧，今天你必须把食物交出来，或许还能留条命，不然就等着瞧吧。就你们这围墙拦得住挖掘机吗？李公，你就不怕声音引来丧尸吗？就这几个丧尸我们还没放在眼里，那如果是几百个丧尸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关上窗户没有再理他们，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。虽然是末世，但我本意并不想伤害其他人，但既然是你们自己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兄弟们把这围墙拆了，里面的食物就是我们的了，都给我拆。他们说完开着挖掘机朝围墙挖去，其他人也拿着大锤开始砸墙，砸吧砸吧，越大声越好。说完后，我跟爸妈茉莉躲进了地下室。怎么样？那些人走了吗？放心吧，一切都在计划中，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自己离去。还有这种操作？老爸老妈，茉莉，我有一个计划，凭我们现在的战力不可能拦得住挖掘机，到时肯定是鱼死网破。东边有一大群丧尸被汽车堵住了，老爸老妈，你们用无人机想办法把丧尸引过来，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放弃进攻我们，而我们则可以躲进地下室待一段时间。而茉莉，你用蓝牙通知对面大学生，让他们把大门加固一下，最近不要发出声音，等丧尸一来，那些人肯定会找房子躲起来。茉莉家没锁门又离得近，肯定是他们的首选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去抢对面大学生的房子。而茉莉家囤的食物早被我们烧了，他们这么多人就算自己备了食物也撑不了多久，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解决他们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东边突然来了一大群丧尸，我们去清理丧尸的几个人都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丧尸是从哪里来的？你别慌，大概有多少丧尸？最少有几百个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太恐怖了！我们快跑吧！跑什么？现在哪有地方去？那边有一栋房子，好像没锁门，我们快躲进去。我看着那些人慌张地跑进了茉莉家的房子，跟我预想的一样，那将会是你们死后的坟墓。丧尸病毒爆发第38天，我利用无人机引来尸潮，将来抢我家食物的工人困在了茉莉家。不出意外的话，2个月之后就是他们的死期。虽然我家围墙被破坏了一部分，但是我们收获了一台挖掘机，这种钢铁猛兽在后期可以派上不小的用场。我带着茉莉一家尽快熟悉了地下室的环境，给他们安排好了各自的房间。接下来我们要在没阳光的地下生活一段时间，大家的心情都很糟糕，谁也不知道以后还会遇到什么更糟的情况。至于那群被困的工人，我们目前也没办法查看他们的动向，无人机此时也不敢轻易乱用。就在我郁闷时，茉莉走了过来，
说他有办法看到那伙人。因为平时只有爷爷奶奶在家嘛，会担心他们的安全问题，所以我们在家里装上了监控。你看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看着茉莉手机里的画面，突然想起丧尸病毒爆发这么久了还没断亡，一定是军队在努力的对抗丧尸，他们身处在第一线都没放弃。我必须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。我一改刚才的消极，把大家聚在了一起，老爸老妈还有大家，我相信这次丧尸病毒不会持续太久，大家不要气馁，以后可能会遇到更糟的情况，但那又怎样？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不要为还没发生的事担忧。现在我们一家人平安无事的在一起，这就是最幸运的事。没错，接下来我们要认真的度过每一天，积极锻炼，好好生活。说得对，不如我们一起去 K 歌房看电影怎么样？我同意，我去给大家准备一些好吃的美食。姐姐，我来帮你。我看着这一幕差点忍不住哭出来。身处在末日下才更能体会人是群居动物，如果往后都是一个人生活下去，那得多没意思啊！我哼着歌来到仓库，一边推着小车一边给车里装食物，薯条、辣条、方便面、花生、瓜子、饮料，还从冰柜拿了几瓶冰啤酒。老妈和茉莉炸了一些鸡腿、爆米花，我们就这样瘫坐在沙发上，一口冰饮料下肚，直呼过瘾。而此时茉莉家的情况，那帮人把窗户大门堵得严严实实，一堆人生无可恋的坐在地上。怎么办？我们被困在这里，哪也去不了，带来的食物可撑不了多久。你现在问我有用吗？要不是你说你有办法弄到大量食物，我会带着一帮兄弟跑来这里吗？现在派出去清理丧尸的兄弟都死了，他们的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带食物回去，我怎么跟他们交代？我也想不到他们准备的这么齐全，居然把尸潮都引过来了。行了，别再说这些没用的话，食物不多了，接下来必须省着点吃，只要等尸潮离去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你们去屋里找下，看还有没有能吃的东西。我通过这几天的观察，发现这伙人似乎是两个阵营，一个是装修工人一伙，来抢食物就是他们出的主意，另一个则是拿着斧头的这伙人，负责清理一路上的丧尸。不过他们之间好像并不和谐，特别是被困之后经常出现争执，而我也在这段时间见识到了人性的险恶。今天是丧尸病毒爆发的第45天，我们一家因为尸潮搬到了地下室生活。虽然见不到阳光，但是设施齐全，有电有网，囤有足够的食物，还有日常活动的场所，以及最重要的可以查看外面情况的监控室。我看到那群被丧尸困住的工人，因为带的食物不多，每天只能吃一顿，还是几个小小的面包，短短几天就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我受不了了，我可不想在这里等死。有人受不了了，想要出门搏一搏，但是却被其他人按了下来。你冷静一点，现在开门是想害死我们吗？出去会死，在这里一样会被饿死，还不如出去跟丧尸拼了，运气好跑回车上我们就能离开了。不行，外面少说有几百个丧尸，你跑出去万一惊扰了尸群，我们都会被你害死。把他关到房间里去，别让他出来。那群工人已经被困了1周，虽然早就想到他们自己准备了食物，但心里还是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人在没有摄入任何食物只喝水的情况下，只需要几个小时，身体就会开始分解蛋白质和脂肪生成葡萄糖，所以不出意外的话，这群工人的脂肪储量越高，不吃食物存活的时间就越长。而一个营养良好、体重70公斤的人，脂肪形式存储的总能量约161000千卡。如果按照人体不同能量的消耗水平计算，大概可以满足约30到100天，也就是不吃食物只喝水，大概能存活1到3个月。没想到这还是一场持久战，可时间越长变数就越多。我们也想过用无人机吸引丧尸，让丧尸攻破他们的大门，但这样做风险太大，可能会导致丧尸躁动起来，让对面大学生也处于危险之中。最终我们还是决定什么也不做，先观望观望。丧尸病毒爆发第60天，这天下起了暴雨，地下室的排水系统需要不停的工作，耗电量极大，雨天太阳能板也用不了，完全靠发电机供电。为了节省电量，我们只把冷藏库和几个冰柜开着，其他地方都断电。一群人在黑灯瞎火的房间里拿着手电筒玩起了狼人杀。丧尸病毒爆发第62天，空气中传来了一股烧焦味和丧尸的腐烂味，我们一家被迫戴上了口罩。喂，老婆，你还有多久才回来呀？家里的食物快吃完了，宝宝一直在哭，我真的很害怕丧尸发现我们。对不起老婆，是我没用，再给我几天时间，不管拿不拿得到食物我都会赶回去，你在家好好的等我回来。馆长，嫂子一定会没事的，先吃点肉吧，你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。不了，我没什么胃口。肉
他们哪来的肉？他们一直被困在茉莉家，按理说食物早就吃完了，不可能会有肉吃，只有一种可能。想到这，我顿时泛起一阵恶心。丧尸病毒爆发第65天，那群被困的工人终于有所行动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拿开用来堵门的沙发，一群人凶狠地拿着武器。我这才发现，经过前几天的暴雨尸潮已经被分散了，现在屋外也就只有几十个丧尸，难怪这群人会打算出门殊死一搏。不行，我得立马把消息告诉大家，让爸妈和茉莉做好反击的准备。兄弟们，机会来了！现在外面已经没多少丧尸，馆主你们掩护我到挖掘机那去。我知道那小子一家肯定躲进地下室了，这次我们不用进去，直接从地面开始挖。就算拿不到食物，我也要让他们不好过。希望这次能顺利把老李，否则我不会在这待着了。我老婆孩子还在家里，我必须得尽快赶回去。说完后，那群人拿着武器开始清理丧尸。丧尸长期没有进食，经过时间的流逝，身体也腐烂不堪，根本拦不住那群人。此时我跟爸妈茉莉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打算，一家人全副武装，弩箭、燃烧瓶、鞭炮，就等着他们出现。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动静，我用无人机飞出去查看，却看见了震惊的一幕，那群人居然不见了，停在那的挖掘机和汽车早已经被烧成了废铁。老爸他们都在惊讶这是谁干的，只有我淡定地坐在一旁，看来他们终于出手了。奇怪，他们人哪去了？为什么会突然着火？谁放的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挖掘机被烧了，他们再想来抢食物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老爸茉莉他们都在猜测这是谁做的，却不知道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中。随后我从口袋掏出手机打给了一个人，辛苦了，你们做得很不错。你要求的事我已经做到了，你答应我的条件什么时候兑现？放心吧，我不会骗你的，你要的食物和汽车我一会就给你。你在跟谁打电话？哦，就是那群来抢我们家食物的人。什么？他们难道还没死吗？是啊，你怎么还会有他们的电话？老爸老妈不用担心，在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绝对的敌人，全靠他，我们才能这么顺利的团灭那群工人。事情还要从2天半之前说起。那天我跟往常一样在监控前盯梢，透过监控器的监听功能发现，这群人并非一开始就认识。丧尸病毒爆发前，馆长开着一家武馆，曾经还拿过武术冠军，底下收了几十个学员。武馆的人身手比普通人要灵活许多，所以在丧尸病毒爆发后，他们第一时间囤了食物。身强体壮的人经常结伴出去寻找物资，老弱妇幼都安置在武馆内。而就在一次寻找物资的时候，碰巧救下了被丧尸包围的工人老李。武馆内人数众多，食物的消耗一直是个大问题。就在这时候，工人老李把我们家的情况说了出来。黄馆长，我知道有个地方屯有大量食物，我们可以合作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开着挖掘机来抢食物。我看出馆长想带物资回去，但又避免不了和我们发生冲突。所以在馆长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冒着风险通过监控器的对话功能和馆主做了笔交易。臭小子，你居然连我们都瞒着！就是，如果他们不答应，那岂不是暴露了监控器？我们再想知道他们的动向就难了。不会的，他一定会跟我交易，因为他已经没得选了。馆主，我想和你做笔交易，别出声。打开手机蓝牙，他虽然感到奇怪，但还是按照我的要求打开了蓝牙。就这样，我们建立了联系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你们要抢的人。你能通过监控器看到我们吗？为什么要主动联系我？因为现在只有我可以救你。你什么意思？馆长，我知道你现在着急回去救你的老婆孩子，不如这样，你替我杀了那群工人，再把挖掘机烧了，我帮你引开丧尸，还给你一些食物和物资，怎么样？我看你是怕了吧，等丧尸自己离去，我们一样可以杀了你，拿到物资。馆长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确实提前得知了丧尸病毒会爆发，所以我不仅囤了食物，还囤了武器，玻璃可都是防弹的。如果我现在把你们的挖掘机烧了，请问以你们现在的状况要怎么抢食物？你的老婆孩子等得了这么久吗？所以他答应了吗？馆主本来还在犹豫，但是我发了一张图片给他，他就动摇了。你们和那群工人相处的好像并不愉快，他为什么要偷听你跟家里人通话？你真的觉得吃自己同伴的肉，连一点罪恶感都没有的人，会允许你带着食物回去救那些连丧尸都杀不了的人吗？挖掘机没了，对你我都没坏处。如果有一天他把挖掘机开向了你，你要怎么办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可是来抢你食物的，你没理由帮我。我并不是帮你，而是帮我自己。你已经没有选择了，馆主，要么相信我，我给你提供一车食物，大概够你们吃2个月，要么你们拼了命的来进攻我们，你自己想想吧。
你需要我怎么做？经过前几天的暴雨，现在丧尸已经分散了。3天后你让他们来抢食物，你趁机解决那群工人，到时会有人配合你们去安排吧。烧了挖掘机和汽车作为你的投名状。今天是丧尸病毒爆发的第65天，因为尸潮，我们一家在地下室待了1个多月，现在尸潮终于分散了，却没想到之前被困的装修工人居然没死，又准备来抢我家食物。我并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爸妈茉莉，因为是我让他们来抢的，我要一次性把他们团灭。兄弟们，就是这里，地下3米就是他们的地下室，我可是亲眼看到他们囤了几年的食物，肯定就放在这底下。我去开挖掘机，你们清理一下附近的丧尸。说完后，其中一个工人把挖掘机开了过来，但是他的目标却不是地下室，而是看向了另一边。接着挖掘机竟调转方向朝馆长挖去。不好，馆长快小心你后面！其中一人瞬间冲过去推开了馆长，但是他自己却被挖掘机狠狠地砸在地上。老李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可没疯，我清醒得很。把你杀了，这里的食物就全是我的，我可不会把食物带回去给那些累赘。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，要怪就怪你太心善了，馆长，在末日里可是会吃亏的。那人操控着挖斗碾死一个人就跟蚂蚁一样简单，其他工人也纷纷把刀砍向了馆长一伙人，再加上附近有丧尸，馆长几人很快被逼入了绝境。对不住了，馆长，末日就是这样。眼见挖斗就要砸下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燃烧瓶精准地落在了挖掘机上，瞬间大火吞噬了车身，是那几个幸存的大学生干的。车里的工人只能被迫从车上跳了下来，浑身着火的在地上打滚，费了好大劲才扑灭火。馆长又立马扑了上去，跟那个工人扭打在一起。我真是看错你了，没想到来这之前你就没想过让我们活着回去。那又怎样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小兔崽子偷偷联系，既然你要杀我，那我只能先下手了。你错了，老李，我要想动手你早就死了，是你把我逼得无路可退。等一下，馆长，我错了，有什么话下辈子再说吧。馆长斧头手起刀落，来抢我们家食物的罪魁祸首终于被解决了。虽然工人不是我解决的，但说到底这一切都是我的安排。看着这么多人死在监控前，我默默地低下头，不断重复一句话：对不起，我只想保护我的家人。罪魁祸首死后，那群剩余的工人也被馆长和大学生解决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虽然危机解决了，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，那就是答应给馆长的食物和汽车。好在我提前做了准备，之前接茉莉一家过来时，老爸开出去的越野车并没有开回来，而是一直放在对面民宿的车库，车里有上次来不及带完的食物，差不多是2个月的量。原本是我们自己留的后路，但现在也没办法了。我拨通了馆主的电话，告诉了他们越野车的位置，我们家对面民宿的车库里有你想要的东西，拿了赶紧离开这吧，别出现在我们视野里了。馆长按照我的指引成功拿到了车，带着剩余的几个人离开了村子。如果让馆长安全的回去，那以后他又带人来抢食物怎么办？对，没错，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。老爸他们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也明白放虎归山的后果，只是我此时还没有说服自己的内心，他们真的必须得死吗？犹豫了许久，我缓缓地抬起头，放心吧，他们回不去的。我早让大学生在车里动了手脚。不久后，一条公路上传出了汽车的熄火声和几个男人的叫骂声。馆长，那小兔崽子居然给车动了手脚，怎么办？丧尸越来越多了。馆长没有理会那几人，而是独自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，接着打了个电话。我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回去了，临死前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知道我不可能会答应你。没关系，我不敢奢求你答应。我的老婆孩子躲在 A 市的精英武馆，如果他们能够幸运的活下来，我请求你遇到后能够接纳他们，他们跟我受了太多的苦，谢谢你。老婆，跟儿子好好活下去，我爱你。电话挂断了，临死前馆主给怪诞发了一张图片，是他跟老婆孩子的合照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丧尸病毒爆发整整100天了。虽然仅仅只有3个多月，但是想来抢我家食物的就有好几批人。要不是我提前知道丧尸病毒会爆发，把房子改造成了坚固的末日堡垒，怕是1个月都活不下去。没有了不怀好意的人干扰，我们从地下室搬到了地面生活。这段时间我们轻松了许多。茉莉每天都在电脑前追剧，3天就看完了整部《甄嬛传》。平时也会跟着老妈学做美食，只不过大多都是黑暗料理。之前围墙被挖掘机挖出了一个大缺口，一直没有处理。现在丧尸数量减少了，老爸把之前装修剩下的水泥和砖块用推车拉了出来，
对围墙进行了加固。年轻时是建筑工人的茉莉爷爷在一旁提供技术指导。经过了上一次工人入侵事件，我们可以确定对面大学生信得过。这次他们在加固围墙的时候，还主动给我们当起了保镖，清理靠近我们家的丧尸。看他们利索的香刀刺进丧尸脑袋，不得不说比刚开始的时候进步了不少。经过几人的合作，围墙填补得很顺利。可是就在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早已经变成丧尸的馆长。也许是缘分，他竟游荡回了村子。那好吧，阿伟，能再帮我做件事吗？怪蛋哥，有什么事尽管安排就行。帮我把变成丧尸的馆长解脱吧。我懂了，我现在就去。阿伟手起刀落，将馆长的尸体带了回来。我们找了个地方，将真正意义上死去的馆长安葬了。虽然他对我们来说不算一个好人，但他却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不应该抛尸荒野。中午吃饭时，我们做了一大桌子菜，把大学生叫了过来一起吃。这是丧尸爆发后他们第一次进入我们家，也是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。以往都是靠手机短信，食物也是用无人机给他们送过去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，今天放开肚子，尽管吃管够。没错，今天我亲自下厨，一定要全部吃完哦。太好了，吃了几个月的压缩饼干和面包，我都要吃吐了。乖蛋哥，以后我们3个就跟你混了，需要我们做什么直接联系我们就行。真的非常感谢你，要不是那天你提出跟我们结盟，可能我们吃完那顿饺子就下楼跟丧尸拼命了。嗨，各取所需嘛。如果不是你们帮忙，那群工人还真不好对付。来来来，边吃边聊，一会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饭桌上大家有说有笑，就像许久未见的好朋友来串门一样。只不过此时电视上突然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，让刚刚还热闹的氛围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因为自从丧尸病毒爆发后，电视时不时没信号不说，新闻更是几个月都看不到一条。此时全部人都紧张地站在电视前听着。今天是2023年11月18日，自从丧尸病毒爆发以来，全国丧尸化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/10，各地都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。但困难终会过去，希望总会来临。目前丧尸病毒疫苗已经研制出来，接下来军队会保证水电网的正常运作，逐步对丧尸进行大规模清除。目前 A 市、PU 市和西红市已经安全并建立了避难所，希望大家竭力保护自己，尽可能多人配合击杀丧尸，力所能及对伤者进行施救，尽量照顾老人、小孩、孕妇和残疾人。太好了，丧尸疫苗终于研制出来了。这场丧尸危机终于要结束了吗？看着电视里播报的新闻，有人高兴的开怀大笑，有人感动的泪流满面，可谁也没想到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。丧尸病毒爆发第112天，军队开始大规模清理丧尸，相信要不了多久，丧尸危机就会彻底结束。我们家囤的食物足够多，每天就是吃饭、锻炼身体、拆快递，无聊时就打打丧尸，也算是为清除丧尸做了一份贡献。这天中午刚吃过饭，就听到外面模糊不清的喊声，听着像是在叫我爸的名字。我稍微打开窗户，终于听清了在说什么。怪英俊，求求你们家了，我儿子发烧29度，快要不行了，你家有退烧药吗？能不能求你给点？我这还有2桶泡面，我可以跟你换。这人是村里的邻居王林，虽然对他不太熟悉，但他说他儿子叫小陈，我就知道了，是一个嘴甜可爱的小男孩，4、5岁模样，每次回去见到我就喊哥哥。老爸听见声音也走了过来，我们确实囤有退烧药，最终商量过后，我们在自己能力范围内，还是绑了1盒退烧药和几个鸡蛋一并送过去。但是卢丁鸡下的存了不少，我们没要他的泡面，让他留着自己吃，但无人机回来时上面还是多了1包紫菜和几条腌制的咸鱼，以及1张纸条，大概是说他家食物还能撑一会，但没有药品。昨天在周围几个房子都找了，都没有找到，所以不得不求助我家试试。非常感谢我们能伸出援手。我们虽然确实没囤紫菜蛋花汤的诱惑也很大，但出于谨慎，我们还是把紫菜咸鱼扔了。末日下不得不防，后面的几天又有一家说家里没吃的了，想让我们资助点，我们没有理会，村里就又恢复了平静，人也越来越少了。我们抽空把这段时间产生的生活垃圾堆在一起，一把火焚烧掉了。农村不比城市，城市垃圾不好处理，但在农村垃圾烧掉后还能当肥料。丧尸病毒爆发第127天，地里开出了一片花海，老妈和茉莉奶奶想着再开垦出一片地，种些韭菜、西红柿啥的。可就在这时，我们听见有车子驶进了我们村里，我立马把老妈他们叫了回来，躲在窗前偷偷观察。只见几辆越野车停在了村里，
几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从车上下来，一枪就打死了一个丧尸。村里有没有幸存者？我们是军方的人，现在来接你们到避难所。这是军方的人吗？我看不像，咱们先别动，看他们想做什么。如果有幸存者，请尽快出声。我们带的物资有限，一会还要去下一站。丧尸病毒短时间内还无法控制，避难所里设施齐全，安全性高，可以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。他们一遍遍的呼喊下，终于有人出声了：这边需要救援，终于等到你们了。是王林的声音。算时间，他们的物资应该是快吃完了。对不起老乡，我们来太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没有人，就我自己。看来老王也并不完全相信他们，所以只能自己出来冒险了。同志，外面现在怎么样？咱们的基地在哪里？什么时候能走？不着急，我们先在这里待1-2天，把其他幸存者都带回去。你去收拾一下东西，把所有值钱的都带上，特别是金子之类的硬通货。为什么还要带值钱的？现在这些还有用吗？等消灭丧尸秩序恢复，不还得继续用吗？哦，对，确实是。一直强调值钱的东西，他们肯定不是军人，十有八九是趁着末日敛财的不法分子。茉莉，快通知大学生不要出来！然而我们还是晚了一步，信息刚发出去，就看到那几个大学生已经走了出来。丧尸爆发前，我贷款把家里房子改造成了末日生存堡垒，还囤了10几年的食物。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找吃的，而我无聊了就打丧尸，没事了就打篮球，玩游戏，直接在末世里养老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丧尸爆发才3个多月，丧尸病毒疫苗就研制出来了，军队开始大规模清理丧尸。那这样我岂不是还要继续还贷款？就在我为此发愁的时候，一群人突然闯进我们村抢劫，他们手里居然还有枪。我已经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们了，你们放过我吧。我们村里除了我们几个之外，真的没有别的幸存者了。你说的可不算，把他带去房子里搜一下，看还有没有活人。老王被他们用绳子绑着，拉着开始一家一家的搜寻物资。每次从房子出来，手上都会多出一些金饰品。老爸说，现在都末日了，他们要钱还有什么用？也买不到吃喝啊。可能外面的丧尸已经慢慢控制住了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正常生活，而他们就是想趁这个时候大捞一笔。听到我说用不了多久丧尸危机就结束了，一家人都十分振奋。但现在我们依然面临着一个最严峻的问题，如果这些人挨家挨户的搜寻，肯定会搜到我们家，而且那3个大学生也被他们抓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把我们家的秘密透露出去。虽然我们装了防弹门和玻璃，但实际质量谁也不知道，万一被他们打穿闯进来，我们就完了。刚说完，那群人就注意到了我家那边那个穿短裤的，你不是说村里就剩下你们几个了吗？这家门为什么是反锁的？我没骗你，这家真没人，去年就搬去省城住了。是吗？你最好不要骗我们。那人明显不信，拿着枪对准了我家窗户，我的心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大家快离开窗户！接着砰的一声巨响传来，感觉整个房子都在颤抖。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离我这么近，多亏玻璃够结实，不然刚刚那一下我们就暴露了。什么情况？老大，这窗户居然是防弹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刚到这里我就察觉不对劲，其他房子连围墙都没有，而这间房子的窗户居然防弹，还装上了电网，路上还有这么多烧焦的汽车，这房子里肯定有人住。装修的这么坚固，里面肯定有不少值钱的东西，我们这次发达了。你们几个居然敢骗我们，真的是找死！怎么办？他们肯定会杀了大学生的，我们要不要救？刚刚的枪声让我到现在都还没缓过神来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这是丧尸爆发以来我们最提心吊胆的一次，现在想把丧尸引过来时间根本不够，而且没有尸潮，丧尸对他们有枪的人来说根本造不成威胁。大学生被枪指着都没有供出我们，如果大学生死了，他们一样会进攻我们家。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躲进地下室，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。如果大学生活着，我们或许还有机会里应外合，他们绝对不能死，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计划。你说怎么办？我们都听你的。孩子，算上我们老了，这辈子也活得差不多了。你们还年轻，未来还长，危险的事交给我们来做，大不了我们老两口出去跟他们拼了。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一定会没事的。没错，老爸老妈还有大家，我们一定能活下来的。大哥，村里的人真的就剩我们几个了，其他人要么饿死了，要么被丧尸吃了。我也是刚爆发那会囤了点吃的才活了下来。给我闭上你的嘴，再说老子毙了你！搜寻房子那伙人此时已经搜到了老王家，老王的老婆孩子躲在衣柜里动都不敢动，生怕随便一点声响都会暴露自己。眼见着那人离衣柜越来越近，老王也做好了拼命的准备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屋外响起了一声震耳的枪声。
怎么回事？出去看看。他们开枪了，难道大学生已经……他奶奶的，这丧尸听见枪声全都围了过来，给你们尝尝子弹的威力。独眼别浪费老子的子弹，你知道子弹有多难找吗？站一边看着，我教你个办法。说完后，那人走到大学生旁边，从身上掏出一把刀，一刀扎进了阿伟的手臂。你去把丧尸给我引开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。他们也太不是人了，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。我们在窗前愤怒地看着这一幕，但却无能为力。现在根本没办法救下他们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丧尸被血腥味吸引，快步朝着阿伟逼近。阿伟忍着剧痛，把腿朝着外面跑去。加油，阿伟，坚持住！只要跑出去，你就还有活着的希望。此时天慢慢暗了下来，另一批搜寻物资的人也回来了，看他们的样子，应该是收获不小。今天太晚了，先休息一晚，明天再想办法把这房子的电网拆了。领头的那几个人住进了对面民宿，只留了2个人在外面守夜，看着大学生他们。老爸老妈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计划是这样，等他们熟睡后，我们用弓弩把放哨的2个人干掉，我偷偷去把大学生救下来。老爸，你带上汽油，把他们的汽车一把火烧了，先断了他们的后路。老妈和茉莉还有其他人留在家里掩护我们，不要让丧尸靠近。计划都清楚了吧？大家先好好休息，晚上3点准时行动。时钟不停地转动，乡村的夜晚田鸡开始了工作。时间很快来到凌晨3点，这个时候是人睡得最死的时间段，也是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。老爸小心翼翼地爬上货架，借着月光，弩箭的准星对准了放哨那几人。咻的一声，其中1人直接被爆头击穿，另1人刚反应过来，被老爸一箭射中肩膀。糟了，射偏了。那人刚想大声喊出来，老王立马扑了上去，用身体堵住了他的嘴。另外2个大学生也紧随其后一块压了上去，硬是凭借着体重把那人压得缺氧晕倒了。我们很顺利的救下了大学生，正准备给老王松绑，老王突然一脸惊恐的看着民宿2楼，没想到一把手枪此时已经瞄准了我。一声枪响过后，老王奋力把我推开，但他却被子弹击穿了大腿。快跑，快跑，找机会救下我老婆孩子。居然打偏了，老大还是你聪明，故意留下破绽等他们自己上钩。行了，现在不是拍马屁的时候，快叫人包围上去，别让他们跑了。他们拿着枪在楼上盯着，千万别露头。真对不起，还把你们给连累了。这群人已经盯上我们家了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。救了你们能多1分胜算，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。况且我们还没输呢。那群人拿枪向着我们包围过来，可没想到我们还有后手。老妈扔出燃烧瓶，直接封住了他们的路，他们一时半会没法靠近。这居然连燃烧瓶都有，怎么办，老大？我们过不去了。急什么？要不是这东西实在是稀少，我是真不愿意用在这里。那人说完，从身上掏出了一个手雷。这下稳了，小兔崽子跟我斗，你们还太嫩了，发芽的红。手雷就要扔出去的一瞬间，茉莉操控着无人机直直的朝着几人飞了过去，那人被无人机撞倒，手雷脱手掉在了地上。接着茉莉干得漂亮，我们快走！我们趁着手雷爆炸的瞬间，带着大学生往家里跑去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其中1人居然没被手雷炸死，苟延残喘的把枪对准了我们。去见阎王吧！一声枪响过后，那人被子弹射穿了脑袋。怎么回事？哪来的枪声？快看那边，是军队，是军队来了！还有阿伟，他居然还活着，被军队救了下来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！事情最后，随着军队的到来，受伤的老王和阿伟得到了医治，大家幸运的活了下来。我们村里的丧尸被军队一一清除，还建立了避难所。对了，还有馆长的妻子和孩子也活了下来。在 A 市清除丧尸的时候被救下，因为之前是护士，所以一直跟着军队救助伤员。他们现在很开心。我们和大学生都默契的没有把馆长的事说出来，或许馆长也不希望他们妻儿被仇恨毁掉现在的生活吧。丧尸病毒爆发第135天，那3个大学生来跟我们道别，他们决定跟着军队去参军。虽然现在丧尸病毒已经控制了，但各地还有不少残存的丧尸需要清除。我们做了短暂告别，临行前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红包，挂了条红，寓意平平安安。丧尸病毒爆发第160天，全国的丧尸被清除干净，各地开始灾后重建，社会重新恢复秩序。丧尸病毒爆发第185天，这天除夕夜，家门口突然来了3个军人。怪蛋哥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完结。